城市当中的公共空间，比如广场，是市民休闲放松的好去处。那怎么样的城市公共空间才能让这个城市焕发新的活力？今天我们就去西班牙的塞维利亚，看看这座城市两个著名的公共空间——都市阳伞和西班牙广场。首先我们去看的是更新的、更加现代的都市阳伞，当地人会称它为大蘑菇。它在老城中，结构覆盖了整个区域。因为它大量使用了木头，所以也被宣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木结构。人们可以在这里打个卡，在这里乘凉，因为南欧的阳光确实非常的烈。顶上还有一个观景台，买个门票可以上去，在上面就可以欣赏到老城的风景。那么为什么会在这里建造一个如此新颖现代的建筑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建造历史。在这个建筑之前，这里就是一个大的食品市场，后来因为城市规划，这个市场在1948年的时候被拆除了一部分，剩下的在几十年间也变得破破烂烂，最终是在1973年全部被拆除，然后这块地方就一直空在那里，闲着也是闲着，于是市议会就决定在这里再造一个食品市场，为了方便停车，底下再造一个大的停车场，大家也都没什么异议，就开始开工建设整个场地进行处理。但是挖着挖着呢，就挖到了一些古董，这里原来是当时穆斯林统治的安达卢西亚时期的遗址，那时候的首府就是塞维利亚，那整个建设工程就此停止了，上千万的欧元已经花进去了，那接下去该怎么办呢？于是在2004年，市议会就决定对这个场地做重新评估，举办了一场国际竞赛，设计要求呢，就是在这里建一个包含市场、博物馆、公共广场等一系列内容在内的一个新的地标。赛会收到了65个方案，最终选择了来自德国的建筑师于尔根·迈尔的作品。上面是行人可以走的走道。项目于2005年开工，成本大概是5000万欧元，预计在2007年完成。但是工程做着做着就发现有很多问题没法解决，方案本身的技术难度也比较大，然后工程就开始延期，中间又更改了新的施工方案，这样折腾下来成本就翻了一番，达到了1亿欧元。工程也在延迟了好几年之后于2011年完成。好在项目本身足够出色，整个形象也非常前卫，所以建筑一建成之后就成了该市的重要景点，开业第一年就吸引了上百万的游客，并于2013年获得欧盟的密斯凡德罗建筑奖。如今它成了塞维利亚这座古老的城市新的地标。现在的建筑有广场、餐饮、博物馆等一些功能。底下差不多是个博物馆，一个遗址。这个都市阳伞是通过新建建筑让旧城焕发活力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因为这个建筑的产生，大大增加了人们到这里的访问量，在这个地区以及周边创造了很多商业机会。还有研究表明，到2022年，整个工程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回报已经达到了1.5亿欧元，已经产生了盈利，并且为这座城市增加了一个新的景点。看完了比较现代的都市阳伞，接下去我们去看一个偏古典的城市广场，这个就是塞维利亚的西班牙广场。在西班牙，几乎每个大城市都有一个西班牙广场，而塞维利亚的这个最为出名。这个广场建成于1928年，主要是为了1929年的伊比利亚美洲博览会而建的。这个博览会就是指伊比利亚半岛和美洲那些讲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国家和地区，就是原先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因为之前宗主国殖民的关系，在语言文化方面比较相近，所以大家就聚在一起开一个博览会。而这个西班牙广场就是当时非常重要的建筑。这个项目从1914年开始建设，建筑师是阿尼巴尔·冈萨雷斯，他把整个广场设计成半圆形，像张开的手臂一样，这个朝向正好面对着南美洲，象征着西班牙拥抱在南美洲的前殖民地。广场上还有48个陶瓷长凳，分别代表着西班牙的各省。塞维利亚作为东道主，并没有设置自己的长凳。广场前面有一条人工河，
据说当时的工程师一开始是拒绝修建这条河的，因为塞维利亚相对是一个缺水的城市。当然，这个工程进展缓慢不止一个原因，方案的修改调整、建筑材料的价格上涨、工人的罢工，还有工程资金的增加。另外，建筑总监跟工程负责人的意见也不统一，这一系列的原因导致项目进度一拖再拖。最终，建筑总监冈萨雷斯于1926年辞职，由维森特·特拉弗担任建筑总监。这个广场中间的喷泉就是他设计的作品。当然，有人赞扬，也有人觉得这个喷泉打破了广场这种空旷感，而对他进行批评。但不管怎么说，磕磕碰碰，广场最终在1928年工程完工。1929年的博览会开幕式就在塞维利亚的西班牙广场举行。而就在同年年底，原建筑总监冈萨雷斯去世。在他去世的时候，他身无分文，并且还有几笔设计费没有支付。后来，这个西班牙广场成了塞维利亚这个城市的标志之一。人们为了纪念冈萨雷斯，于2011年在广场前放置了他的雕像。整个广场的建筑样式非常多，巴洛克啊、文艺复兴啊，还有当地特有的摩尔风格，这个就是结合了伊斯兰建筑的一些特点，拱啊、柱啊，还有一些瓷砖的装饰。整个建筑群用的是红色的砖，这个暖色调跟橘子味的塞维利亚非常的搭。这条人工河上有4座桥，分别代表着西班牙、莱昂、卡斯蒂利亚、阿拉贡、纳瓦拉这4个古代王国。现在这里是市民活动以及游客打卡的场地，经常有舞者在这里跳由塞维利亚发源的弗拉明戈舞蹈。因为这个广场太出名，很多电影也在这里取景，比如说《星球大战》。在2000年之后，塞维利亚政府投资了900多万欧元用来修复西班牙广场，也有人将这个广场称为西班牙最美广场，每年有大量的游客前来游玩。这2座广场虽然在不同时期建造，但是对城市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一个规整古典，另外一个现代前卫，这也体现出了他们所处时代的个性。当然，工程都没有那么顺利，但最终还是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新的经典的地标。公共空间用什么样的设计形式，也和周围的环境以及所处时代的建造技术有关。西班牙广场场地足够大，用规整的几何和柱廊使场地更加有秩序感。而都市阳伞如果也选择用古典的，或者说没有那么夸张的造型，那么就会让人感觉有点视觉疲劳。而现在在狭窄的城市道路中行走的时候，走到这个广场时突然就眼前一亮。所以建造技术的进步也在给城市公共空间提供新的思路。不管哪种形式，好的公共空间会对城市起到正面作用，也会让城市焕发新的活力。